龙国史上最年轻的厨神林天。要将那只豆腐切成丝状，顶级的刀工也得非常小心，慢切。啊，这就……上菜！好厉害，神乎其技！一个人6口锅，同时出6道菜，这就是刀工与火候的最高境界。不愧是林天，厨神，好刀工！好！大家都敬奉我为厨神，但我明白，只有挑战古菜谱，才能让我参透传说中的神之手。这是我在哪里？平行世界的另一个龙国美食文化断层，需要您的拯救，是否穿越？另一个龙国美食断层，有趣。这就穿越了。你输了啊，龙国美食，那是我见过最粗鄙的事物，中有中野，毫无拜派艺术可言。龙国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美食荒漠，早就该被剔除出世界美食版图。原主因为杨主厨一句龙国是美食荒漠，被选为全球直播的主厨，结果因为顶不住全网谩骂的压力，直接气死。哼，有意思。系统让我穿越到这人身上，看来是要我参加比赛，为龙国找回场子。蠢！竟然只能做这些迎合老外口味的西餐去比赛，怎能体现龙国美食的博大精深？不行，菜单必须全换！我要让那群老外知道，龙国的一口铁锅就能炒出他们几辈子没见过的宇宙。检测到宿主强烈的弘扬龙国美食意愿，超级美食系统正式激活。只要宿主做的菜能引起食客震惊，即可获得美味值。美味值可兑换各种随机奖励、技能，最终可奖励厨神之手。竟然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厨神之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全球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设在和平饭店的舌尖与美食直播现场。这是龙国主厨代表林天，他可刚刚输给了灯塔国厨师。完了，真的开播了！林天到底行不行啊？千万别搞个半生不熟的牛排上去，丢人现眼了！求求了，哪怕炒个蛋炒饭呢，千万别按着老外的口味做，要有骨气啊！龙国菜，除了油炸和廉价的味精，他们还会什么？最近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说我们龙国是美食荒漠。对此，我不想反驳，毕竟美食不是用嘴吹出来的，是用舌头尝出来的。今天我们请到了3位世界顶级的国际美食品鉴师。大家好，我是高卢国米其林3星评委主治，我品鉴过世界上最高级的食材。在我看来，龙国菜缺乏对食材本味的尊重，做法野蛮且粗鲁。我是漂亮国美食专栏作安妮，我只吃健康的轻食。谢谢啊，龙国菜卡路里太高了，简直是健康的杀手。
我是大韩民国的美食家，老实说，龙国菜的历史都是偷学我们泡菜国的，根本不值一提。我去，这3个老外也太狂了吧！偷学他们除了腌白菜还有啥？林神，起锅烧油，给我狠狠的拿油泼他们！好，好，好，看来3位评委对饮食的要求极高，希望一会儿你们还能保持这份优雅。既然要打脸，就打得他们心服口服。第一道菜就用最平民的食材，给他们上点龙国的底蕴。听这声音，难道这个是早已失传的马蹄双刀？左一刀，右2刀，因声音如马蹄声，故叫马蹄刀。哼，还算你有点见识。我操！这手速，这刀工，我都看到残影了。他是在用刀切肉，还是在使用某种切割机器？这频率太夸张了。粉丝不能泡得太软，必须保留一丝韧劲。肉末的大小要刚好能吸附在粉丝上。这道菜的灵魂就在于这微小的肉末与粉丝在极高油温下的完美碰撞。起锅，冷油滑锅。豆瓣酱必须炒出红油，炒出它的酱香灵魂。肉末煸香，下葱姜蒜末，上其香味。收汁是关键，火候多1分则粉丝软烂，少1分则无法挂汁。要让每一滴浓郁的酱汁把酥脆的肉末死死地焊在粉丝上。出锅。这味道闻起来倒是有些奇特。香料的掩饰罢了，改变不了龙国菜粗鄙的本质。久等了3位，第一道菜已经完成，请品鉴第一道菜——蚂蚁上树。Oh my god！ 你们龙国人居然吃昆虫，太野蛮了，太恶心了！把这种肮脏的虫子搬上餐桌，这是对美食的亵渎。我绝对不会碰它一下，我拒绝品尝。还西呗，这就是所谓的龙国美食？果然是连饭都吃不起，才去挖树上的蚂蚁。你们的文明到底落后到什么程度？唉，看来所谓的世界顶级品鉴师也不过是井底之蛙，连尝试未知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对全球的美食指手画脚？连这道富含高蛋白的顶级料理都不敢吃，你们还是趁早回国吃水煮鸡胸肉吧。谁说我不敢？我倒要看看你们这野蛮的虫子能做出什么令人作呕的味道！我要亲自吃下去，然后给你们打0分。This is 楚之，快吐出来，是不是很恶心？快拿水来！哦，上帝呀！这充满韧劲的口感，这浓郁爆裂的酱汁，这些蚂蚁被炸得酥脆焦香，完美的吸附在半透明的树枝上，在舌尖爆开无与伦比的鲜味。太神奇了！龙国的蚂蚁品种竟然这么美味，它的口感甚至超越了顶级的伊比利亚黑猪肉。太好吃了！这种微辣的刺激感，包裹着碳水合物的满足，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昆虫。这蚂蚁吸满了肉汁的味道，太神奇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好幸福。哈哈哈，很好，看来3位评委对我们龙国的昆虫评价非常高。那么，我现在要公布一个事实。恭喜3位，你们刚才吃的根本不是蚂蚁。我不是蚂蚁，那是什么？龙国菜讲究形意，这道菜因为肉末贴在粉丝上，形似蚂蚁在树枝上爬行，所以取名蚂蚁上树。实际上，它的原料只有普通的红薯粉丝，以及15块钱1斤的猪肉末。Oh my god！ 我们被耍了！那个高伦评委刚才还长篇大论夸蚂蚁像黑毛猪肉，丢人丢到全世界了。老外还以为自己吃的是虫子，猪肉当蚂蚁吃，还吃得那么香，这波脸打得太爽了。你这是欺骗！你用虚假的菜名误导了我们专业的评判。诸位评委，连猪肉末和蚂蚁的口感都分辨不出来，还自称顶级品鉴师。龙国美食的底蕴，你们连皮毛都没看到。那是你耍诈！有本事下一道菜我们再比过，我绝不会再被你们这种文字游戏骗。好，那就请3位稍后，我去准备第2道硬菜。第1道菜给他们热了身，这第2道菜我们要上强度了。这道菜极其考验刀工、臂力和腕力。讲究！现在外面的饭店全是用绞肉机糊弄人，这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喂，龙国人是没有破壁机和绞肉机吗？为什么要用这种原始的方式处理肉类？太没有效率了！接下来是这道菜的灵魂——摔塔。嘿，摔打出胶，要利用极强的腕力，把猪肉中的蛋白质彻底激发出来，让它产生天然的粘性。7成油温，下锅定型。不能炸得太老，表面微黄解渴，锁住内部汁水即可。接下来就是交给时间，文火慢炖2小时，让醇厚的酱汁彻底渗透进每一个肉粒的缝隙里。上帝呀，那是肉丸吗？那是4颗炮弹吧？龙国人的食量太恐怖了，而且他们居然用泥巴做的锅来煮食物。大半夜的看这个，简直是酷刑！这绝对是正宗的红烧做法。光看那洪亮的汤汁，我就能干下3碗米饭。林神，快端上去，馋死那帮老外！猎杀时刻到了。第2道菜，为了彰显龙国美食的硬实力，我们上了一道重量级的传统名菜，请看大屏幕。这道菜叫红烧狮子头。Stop！ 立刻停止直播！林天，你这是在公然挑衅国际动物保护法！你们居然猎杀狮子用来做菜！是啊，举报！举报！太野蛮了，这简直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我拒绝点评这种充满血腥的食物，我要报警！龙国人根本不配谈论文明！哎呀呀，龙国居然做出这种事，我们大韩民国绝对不会吃保护动物的，你们完蛋了！第1道菜吃虫子，第2道菜吃狮子，龙国的厨房是地狱吗？这是犯罪 ，Lion's Head， 他们居然吃狮子！我要呼吁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制裁他们。抵制龙国，抵制这个名叫林天的屠夫。安妮小姐，在你报警之前，不如先睁大眼睛看看，锅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你把狮子头骨剔除了，只用了狮子肉做成这种肉丸的外形。三位，龙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这道菜不仅香气扑鼻，口感更是入口即化。你们如果不尝尝，怎么去法院指控我猎杀狮子呢？为了揭露你们龙国野生动物的罪证，我必须亲自试吃，保留证据。我长这么大，确实还没尝过狮子的味道，这菜色实在诱人。作为顶级美食家，怎能错过狮子的味道？上帝呀，这肥瘦相间的完美比例，这在舌尖上融化的奇妙触感，马蹄的清脆和肉的绵软完美结合，这是我吃过最顶级的肉类，狮子肉竟然如此美味，这是野性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太棒了！这狂野的味道，我仿佛看到了非洲大草原。狮子肉竟然如此美味啊！太棒了，口感超赞。这是狮子的哪个部位？透出了，我们大韩民国以后也要这颗狮子。虽然你们食用了野生动物，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柿子肉烹饪得非常惊艳。我会如实向世界报道这道柿子料理。当然，还有你们违反动保法的罪证。乔治先生，你的周刊恐怕要沦为笑柄了。因为这道红烧狮子头里，连狮子的毛都没有。它只是由6分瘦4分肥的猪肉，加上马蹄手工摔打成的猪肉丸子，把猪肉做成了米其林评委吃不出来的顶级口感。这群老外连吃的是什么肉都尝不出来，还敢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一天牛逼！那是猪肉。我的天哪！因为肉丸表面凹凸不平，形似狮子头，故而得名。这叫象形菜。操那还西吧，西巴老面。又是猪肉！你刚才给我们吃的是猪肉！还西呗，龙国料理就是骗术，用名字来欺骗我们的味蕾。还西呗，我不服！说呢，西吧，斯基。看三位的吃相，似乎对我们龙国的狮子头很满意。陷阱，这都是极其卑劣的文字陷阱。no， 是猪肉！你刚才给我们吃的是最廉价的猪肉，这是对食客知情权的严重侵犯。Oh no， 是猪肉！你刚才给我们吃的是最廉价的猪肉！哎，西巴斯基啊！我就说怎么没有狮子的狂野味道，原来是用低等猪肉捏造的。龙国美食文化讲究意境与神似，菜名承载的是历史的厚重和味觉的升华。如果连这点最基础的想象力都没有，非要把厨房当成冰冷的化学实验室，哼！你们龙国人做菜就不能老老实实的？那只能说明你们的美食文化太过匮乏，底蕴太浅。我们绝对不会用这种虚伪的手段哗众取宠。既然你说我们不懂那套虚无缥缈的意境，那我们
就彻底抛开这些花里胡哨。好。嘿嘿嘿嘿。字面意思非常明确。太棒了！教职评委终于抓住了龙国人的软肋，干得漂亮！这才是真正的评委，把那个喜欢装神弄鬼的大夏厨师逼到了死角。这次看他还能怎么耍花招！笑死我了！林神加油，打这些老外的脸！林神这招太腹黑了，简直是杀人诛心！鱼香肉丝，切配是基本功。肉丝必须要切得均匀，顺着纹理切，炒出来才不会断，口感才会嫩滑。接着，迅速将泡发的木耳和冬笋切成细丝备用。哈哈哈哈哈哈！粗鄙的龙国人，这回合你们输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输定了！哈哈哈。好恐怖的刀法啊！林神加油，打他们的脸啊！糖醋的比例是关键，多一分则甜腻，少一分则酸涩。切，刀法厉害有什么用？嚯！哎，哎。这道菜里肉眼可见的都是猪肉丝。我知道，鱼被熬成了高汤。没错，林主厨一定是用极其昂贵的深海鳕鱼或者海鲈鱼，慢熬了10几个小时，提取了最纯粹的鱼肉精华汁，然后用这种鱼汤来爆炒猪肉，所以肉丝里才会充满如此浓郁的鱼香。我感觉整个人都在大海深处。哦，我闻到了。龙国厨师的底牌被看穿了。这道菜符合我们名字及原料的约定。
因为里面绝对有顶级的鱼汤。林主厨，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你的烹饪机密。这道菜符合我们名字及原料的约定，因为里面绝对有顶级的鱼汤。不愧是三品评委，味觉太敏锐了，连熬成汁的血鱼都能品鉴出来。你确定你们吃到了鱼？我非常确定。你确定你们吃到了鱼？当然，我用我的米其林荣誉发誓，这里面绝对有鱼的成分。这道菜里没有鱼汤，没有鳕鱼，也没有任何海鲜，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鱼。不可能，这锅海鲜味骗不了人。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用了深海鱼粉喂养的海鲜粥。快把今天刚空运过来的挪威、三文鱼和顶级鳕鱼打成泥，倒进食槽里。我们的龙国猪吃的必须比米其林餐厅还要好。吃吧，吃吧，吃奇迹49天，你们的肉就会自带深海鱼的鲜香，到时候做成鱼香肉丝卖给老外。一定是养了长期吃鱼长大的猪，所以肉质自带鱼香。你在作弊！海鲜猪，你疯了吗？为了掩饰自己尝不出味道，连这种借口都编得出来？神他妈海鲜猪！老外破防找补的样子太狼狈了。林珊，快告诉他们真相，给他们幼小的心灵最后一击。这份是我今天的采购清单。这块猪肉不是什么深海变异猪，它就是早上菜市场里最普通的白条猪肉。15块一斤，我还让人家抹了个零头。15块钱的普通猪肉，那这股深海鱼香是怎么回事？西方美食是以物为核心，有什么食材就叫什么名字，但龙国美食是以境为核心。在我们龙国，川系菜中鱼香并不是指食材里有鱼，而是一种独特的味型。仅仅是常见的复合味型，就有麻辣、胡辣、酸辣、鱼香怪味等24种。24种？我从未听过。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刚才吃到的深海鳕鱼汤，不过是我用几块钱一斤的泡椒、葱、姜、蒜、糖和醋，按照极致的比例调制出来的。陷阱！你们龙国的菜全是陷阱！林天 ，Oh my god！ 用葱姜蒜模拟鱼的味道，这简直是魔法学！有本事下一道菜，我们来比拼真正的烹饪技法，我就能用西方的科学破解它的做法和价值。只要让我看到菜。好啊，前3道菜是逗他们玩的，但这第4道菜是龙国国宴的至高名著。它的名字极其朴素，但它的内涵足以碾压任何西方的米其林餐厅。这锅底汤我已经提前准备了，顶级的散养土母鸡、老母鸭、金华火腿骨、排骨、干贝，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化为鸡粉，所有的鲜味都逼入汤中。这就是第一步，高汤。我的老天爷呀！光看这锅金黄色，我就已经不行了。这得放了多少好料啊！熬这么浓的汤干什么？西餐的高汤也是这样熬的，这有什么稀奇的？难道这就是龙国的绝招？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时间到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扫汤，高汤煨沸下肉蓉，龙国古法
以肉扫汤，利用蛋白质变性的原理，吸附掉一切杂色与油腻。猪肉蓉扫一遍去腥，鸡肉蓉扫2遍提鲜，至繁归于至简。上帝，上帝，上帝！浑汤变清水，这是魔法吧？原来我们龙国有这么多的美食。汤是补肉，白菜才是灵魂。必须用这根银针，在菜心上密密麻麻的扎出数千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孔，绝不能伤其筋骨。用滚烫的顶级清汤，一遍一遍的淋烫，直到将其烫熟。第4道菜，开水白菜。食材全在你们眼前，水和白菜，请3位评价吧。一盆白开水，加一颗半生不熟的白菜心，没有任何高汤的颜色，没有任何油脂。龙国人已经穷到拿白开水代客了吗？林天，你想用这种1美元1碗的破烂来糊弄我们？这根本不需要评价，把水烧开，丢进白菜，只需2分钟，价值不超过1美元。哎西，这就是欺诈！我们要走，离开这个充满偏见的厨房。在退出之前，我建议你们先尝一口。如果尝完你们还觉得它是1美元的白开水，我林天今生不下厨。这不是水，这绝对不是水。可是为什么它是透明？怎么做到的？龙国人会使用魔法吗？神奇，这是烹饪的神奇！我要退出。神奇，这是烹饪的神奇！我要退赛，我没有资格品鉴这种神奇。主动退赛的评委需要当众承认大夏美食的博大精深，并为自己的傲慢道歉。我承认，大夏美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我对之前的自大和无知道歉。Oh my god！ 按你评委真的道歉了，那到底是一碗什么样的神仙水？这种反人类的烹饪科技，大夏人几百年前就掌握了，太可怕了！上帝啊，我们才是真正的美食荒漠！爽，太爽了！铃声 YYDS， 这就是我们龙国美食。之前不是一个个挺狂的吗？来啊！小忍，现在怎么办？安妮退赛了，这血一样的汤，我们根本分析不出来。不要慌，一定有办法找出破绽的。朴志先生，你们要点评一下吗？还是说选择当众道歉离场？给我时间，我一定能用西方科学解构出这碗汤的成分。好啊，那我很期待。漂亮，太漂亮了！一碗白开水直接喝退了一个评委，何止是救星，简直是食神降世啊！至繁归于至简，真不知道林天是怎么复原出这种失传神技的。老外那套西方厨艺根本破不了。今天之后，我看谁敢说我们龙国是美食荒漠。林天现在是什么职位？将他的职位提升1个等级。朴医生，不要慌，安妮是被他的感性打败了。我们是理性的美食家，西方的科学仪器会告诉我们这碗水的真相。没有油脂，没有颜色，但味道却这么浓烈，这绝对不可能是在锅里煮出来的。哎，西吧，我知道了，重点根本不在烹饪，而在化学。乔治先生，这绝对是我们德哈密国发明的人工合成海鲜味精和浓缩鸡肉粉，只要把高浓度的化学调料粉末兑进温水里，就能得到一碗完全透明但味道极其鲜美的汤。没错，朴医生，你提醒了我。试纸显示，这碗汤里的氨基酸和多肽浓度高的离谱，
根据我对现代分子料理的深度了解，这根本不是什么10几个小时慢熬的高汤，这就是纯粹的化学营养液，是用来欺骗味蕾的工业合成品。人工合成味精，化学营养液。两位评委，呵呵，你们的舌头是平时工业防腐剂吃多了，已经尝不出纯天然食物的本味了吗？这脑回路真是绝了。这道菜的秘密已经被我们西方的科学破解了。林天，你竟然用工业勾兑的营养液来充当国宴名菜，简直是美食界的耻辱！我还要补充一点，不仅汤是假的，连这颗白菜也是个可笑的道具。一碗温热的化学水，根本煮不熟一颗完整的白菜心。没错，精彩的推理，这就是个骗局。我们破解了，科技战胜了巫术，中国料理的底牌已经被我们看穿了。科技改变世界，乔治先生用试纸戳穿了中国人的骗局。太好了，我就知道那绝对不是自然烹饪能做出来的，化学合成液太无耻了。化学营养液、泡面调料包，这俩老外是不是失心疯了？笑死我了，自己国家没有，就说别人是科技与混合。所以林神到底用了多少好东西，才能把老外的化学试纸都给测爆表啊？我还以为这道题有多难呢，在科学仪器面前，一切伪装都无所遁形。够了，我们已经彻底解构了它的烹饪技法和低廉的价值。林天，你无话可说了吧？你们确定不再想想？科学是不会撒谎的，绝不更改。不行了，神他妈泡面调料包啊！老外这想象去拍科幻片绝对拿奥斯卡。既然你们对自己的科学分析如此自信，那我很高兴地宣布，恭喜你们，错的简直离谱。好，既然你们对自己的科学分析如此自信，那我很高兴地宣布，恭喜你们，错的简直离谱。什么？选错？这不可能！试纸明明显示了高浓度的氨基酸。不可能！如果是天然的汤，绝对会有浑浊和油脂，不可能像白开水一样透明。纠正一下，试纸测出高浓度氨基酸是对的，但这恰恰证明了它使用了最顶级的天然食材。说实话，你们对美食的理解完全停留在冰冷的化学试剂和工业流水线上，这就是所谓的米其林水平。你说我们的味觉是工业流水线？抱歉，说流水线都抬举你们了。你这是在侮辱西方现代美食体系，仪器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你在狡辩。哎，太过分了！我们吃过全世界的高级料理，你凭什么说我们不如一个街头老头？狡辩！林田绝对是在狡辩，他拿不出证据，竟然说米其林评委不如街头老头，这是对整个西方美食界的挑衅，抵制林田。骂得好，林神这张嘴是淬了毒的，工业流水线舌头精准打击。他们自己做不出透明的高汤，就觉得全世界都做不出。用试纸来评判美食，这本身就是个笑话。哼，还嚣张啊！求锤得锤，林神把制作视频甩他们脸上，让他们看看什么是东方神技。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除非你现在就播放这道菜完整的烹饪监控录像，证明它不是化学勾兑的。我要腌菜。对，给我们看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作弊。别急啊，既然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给你们看看什么是足以让你们信仰崩塌的龙国厨艺。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道菜的底汤，我们管它叫高级清汤。试纸测出的惊人氨基酸全部来自于这12个小时里顶级食材被完全逼出的精华。这只能证明你熬了汤，但它现在是金黄浑浊的，不可能变成透明的白水。接下来就是你们无法理解的化境扫汤。龙国古法以肉扫汤，利用蛋白质变性的原理，吸附掉一切杂色与油腻，扫过3遍之后。Holy shit! What the fuck! 不加任何化学试剂，仅仅用肉蓉本身就能把汤过滤成白水。这不可能！这违背了我们大汉民国的常识。原来透明的高汤真的是煮出来的。Fuck！ 朴医生，你这个蠢货，都是你！
是你这个卖泡面的误导了我！什么人工喂鸡，什么化学粉末，你毁了我的判断！怪我？是你自己拿着那破试纸在那显摆。如果你不用试纸，我们怎么会往化学营养液上猜？以肉扫汤！我的天哪！老祖宗的智慧简直透神了！这就是我们龙国失传的底蕴吗？太震撼了！这就是降维打击，还化学粉末。经典名场面：塑料同盟狗咬狗。甩锅环节开始了，林神这不仅入戏，还让他们内讧了。Oh my god！ 简直疯了！他竟然在砸自己的检测仪，这简直是西方美食界的耻辱日！那个韩国人居然说我们的料理是下水道的垃圾，虽然很生气，但那碗能把白菜烫熟的清汤，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科技与狠活的祖师爷今天道心破碎了。以肉扫汤，银针刺白菜。林神今天不是在做菜，是在重塑这个世界的美食法则啊！太解气了！哎呀，全场就剩你一个了，乔治先生，你要是也这么灰溜溜的跑了，连一碗白菜汤都不敢承认，是不是有点砸了你们高卢国的美食招牌？不，我不能给法师大餐丢脸，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捍卫西方美食的尊严。我发誓，最后一道菜我一定会品鉴出破绽的。很好，有骨气。既然你对西方科学那么自信，那我最后这道压轴菜绝对不用刀，也不用任何名贵的食材。这道菜只考验纯粹的物理火候与人类的极致妄力。稍等片刻，老外就剩一根独苗了。林神，别客气，给他上龙国美食界的终极测谎仪。乔治，挺住啊！一定要找出他作弊的证据，不然西餐的脸面就彻底丢光了。最后一道宫廷甜点不用切，只用一口铁锅，但它对火候和腕力的极致要求，足以让任何米其林3星主厨折断手腕。这道菜名叫三不沾：不沾锅，不沾筷子，不沾牙。老板，林天真是要做什么？不管做什么，只要这道菜做成，咱们和平饭店就能把全世界的米其林踩在脚下。对，老外都给你去见识了，让那个老外见识见识。这道菜拼的就是绝对的爆发力和频率，起火。必须在110度的温度下，足足捶打翻炒600次以上。中途哪怕停顿1秒钟，或者火候差了一丝，立刻就会糊锅变废品。上帝呀，他是在和那个鸡蛋打架吗？为什么做个甜品需要这么恐怖的力量？爸爸，这根本不是厨师，这是他们少林寺出来的武神。出锅！乔治评委，请品鉴这道菜：1不沾盘，2不沾匙，3不沾牙。装神弄鬼，这不就是西方最基础的黄油炒蛋吗？就算你把手腕挥断，炒出来的也只是一盘廉价的碎鸡蛋。而且这种富含糖分和淀粉的粘稠胶状物，怎么可能不沾？这是基础的化学常识，你在挑战物理学。什么？没有化学涂层的普通盘子，居然真的不沾？他在我的牙齿间跳跃，浓郁的单香在舌尖爆炸，可是他真的完全不沾牙。
特氟龙，这锅里已经涂了最高级的特氟龙不粘涂层，否则淀粉和糖怎么可能在几百度的高温下不粘锅？我不信，西方材料学才是无敌的。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一口菜市场50块钱买的生铁锅。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一口菜市场50块钱买的生铁锅。我龙国厨师靠的是几百次极致频率的快速搅打，硬生生用武力和技巧把食材打碎重组。我们不需要化学涂层，因为我们龙国厨师的双手就是主宰厨房的神。我输了，西方美食在你面前不值一提，龙国才是真正的世界美食之巅。特氟龙涂层是假的，深海鳕鱼是假的，全都是假的。龙国的厨师居然仅凭一双手和一口铁锅，就打破了西方几百年来建立的分子料理学和材料学神话。乔治先生，龙国有句古话叫学无止境。你们西方人习惯用机器去定义标准，用化学去解析味道，这没有错。但你们错在不该用你们那短暂且单薄的饮食历史去衡量一个拥有千年传承的古老国度。我为我之前的傲慢向您道歉，向龙国美食道歉。我是一只井底之蛙，今天您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天空。老板，赢了，咱们彻底赢了。林天不仅保住了和平饭店的招牌，他直接把世界美食的王座给掀翻了。快，把各个机位的录像全部保存下来，这是咱们龙国美食界最宝贵的历史文献。对了，将视频上传到各个网站，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龙国不是什么所谓的美食荒漠。老板，您快看收视率和在线人数破亿了，扬眉吐气啊！看以后哪个老外还敢说咱们是美食荒漠？上帝啊！教职评委居然认输了，他可是我们法式大赛的骄傲啊！一口铁锅，我不理解。龙国的厨房里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咱们龙国的手艺才是最牛逼的科技与狠活。检测到全网100万观众产生极度震撼与折服，恭喜宿主美味值突破1000万大关，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隐藏成就，获得奖励绝品失传国宴完整图谱。这只是龙国美食震撼世界的开始。春火，高卢国的首席评委，漂亮国的美食作家，连1碗白开水和1盘碎鸡蛋的烹饪手法都看不破，简直丢尽了西方美食界的脸。他林天算什么东西，也敢隔着屏幕打我的脸作弊？这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作弊秀！什么狮子头，什么三不沾，一定是他提前在锅具和食材上做了手脚。龙国明明经历了严重的文化断层，这些几近神话的菜谱，极有可能是他们从世界其他失落文明的古迹里偷来的。他们就是一群无耻的文化小偷。林天想靠一档自己台里封闭式的小节目，借着3个蠢货评委的无能，就在全世界面前踩着我上位。立刻给我联系全球120个成员国的美食协会主席，启动最高级别的赛事预案，以世界美食协会最高议会的名义，向林天正式下达战术。我要举办第1届全球厨神巅峰赛，在我的地盘，用我的食材和规则，面对全世界最严苛的无死角镜头和西方最顶级的12主厨，林天，我要亲自在全世界几十亿人面前撕下你作弊的伪装。会长阁下，现在外网的舆论已经彻底炸了，龙国的美食热度正在全球疯狂飙升。您的社交账号下面全都是嘲笑您之前言论的留言。林老弟，不，林神，昨天那场直播的收视率直接打破了全球纪录，咱们和平饭店的名字现在在全世界都如雷贯耳。这是咱们饭店最高级别的终身合伙人合同，以后在这和平饭店你说了算。老板客气了，分内之事拿回属于我们龙国的饮食尊严而已。给我来一盘没有鱼的鱼香肉丝，我出10倍的价格。我要吃那个，来一份有银纸炸过的开水白菜。倾家荡产，我也要喝一口那透明的鸡汤。林总厨，你看外面这阵仗，把昨天直播里的开水白菜、焖丝豆腐、三不沾全部加进咱们的招牌菜单里，这绝对能赚翻啊！咱们和平饭店要成世界第1餐厅啊！不行，不加。啊？为什么？
外面全是送钱的财神爷，有钱不赚，咱们图什么呀？开水白菜的底汤要文火吊12个小时，还要一遍遍扫汤。文思豆腐每一碗我都要切14400，三不沾要高频搅打几百次。你真把我当成没有感情的流水线炒菜机了？那些是失传的龙国国宴底蕴，是艺术品。林氏说的对，外面那些嗷嗷待哺的食客怎么办？鱼香肉丝和夫妻肺片，虎皮青椒和狮子头，这4道不需要太费神，可以加上去。家常菜也好啊，我马上让后厨去备几万斤猪肉和牛内脏。这2道菜每天限量。限量？限多少？1000份。每道菜每天只卖50份，先到先得，卖完冠冕站牌。50份？林神，这也太饥饿营销了吧！龙国美食贵在精不在多，越是吃不到，他们对龙国料理的敬畏心就越重，懂吗？老板，林神，不好了，出大事情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没看到我在跟林总厨谈事情吗？天塌下来有林神顶着。不是啊，老板，那个世界美食协会的会长兰登，他刚才突然在外网召开了全球紧急发布会，他对您对我们龙国正式宣战了。哦，是吗？林天，你这无耻的骗子！我要以世界美食协会的名义举办第1届全球厨神巅峰赛，我要在全世界最顶级的评委和12主厨面前，亲手戳穿你用工业合成品作弊的伪装，洗刷西方的耻辱！你敢接战吗？林天先生，世界美食协会主席兰登先生公开指控您在昨天的直播中使用工业合成材料和剪辑手段作弊。同时，兰登先生向您下达了全球厨神巅峰赛的战术，请问您还是打算继续躲在龙国的厨房里当缩头乌龟？告诉兰登，这战术我接了，时间、地点、规则随他定。什么？这也太大胆了吧！林先生，兰登主席代表的是西方美食的最高标准，您就不怕在大舞台上，龙国那种充满底层市井气息的烹饪方式会显得太过廉价和粗鄙吗？廉价、高贵，这就是你们西方美食界高高在上的傲慢吗？在你们眼里，只有坐在几百米高空的旋转餐厅里，用银叉子吃着论克卖的白松露和鱼子酱，才叫高贵的美食。美食的本质从来不是用昂贵的食材去堆砌阶级壁垒，美食的本源是服务于劳作了一天的普通人，是为了抚慰凡人心。一碗深夜街头的热汤面和一份国宴上的开水白菜，在抚慰饥饿和灵魂的意义上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把食物分出3、6、9等，是你们这些所谓美食协会最无知、最悲哀的傲慢。说得好，民以食为天，这才是我们龙国的美食哲学。美食没有高低贵贱，林神这格局直接把那个什么狗屁世界协会爆成了渣。米其林，老子就爱吃路边摊的炒河粉。林神帅炸了，这才是大国工匠的脊梁。西方那套用金钱堆砌出来的阶级优越感，全被扯下遮羞布了。上帝啊，他说的对，我们为什么要去崇拜那些普通人一辈子都吃不起的昂贵餐厅？食物本该是属于所有人的。龙国厨师的思想境界太高了，对比之下，兰登主席那副高高在上，只知道维护昂贵食材的样子，简直像个滑稽的小丑。卑鄙、无耻、极其狡猾的龙国人！他居然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偷换概念，用这种廉价的平民主义来煽动大众情绪，现在网上舆论全被他带偏了。他故意把我们塑造成脱离穷人，只认金钱和资本的吸血鬼。嘴皮子功夫再厉害又怎样？
道德制高点，在绝对的强权和实力面前，底层人民的欢呼就像泡沫一样脆弱。只要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用西方最顶级的烹饪将它彻底碾碎，一切谣言都将不攻自破。各位全球观众，第1届全球厨神巅峰赛正式开始。首先，有请蓝灯主席随机挑选的20位大众评委入场。林天，你不是说美食服务于普通人吗？今天我就用西方最顶级的料理，让这些最底层的平民也尝尝什么是真正的高贵。为了体现巅峰赛的极限难度，我宣布前菜阶段的特殊规则。为了考验厨师对食材温度的究极掌控，全场切断所有的燃气供应，禁止使用任何明火设备、电磁炉和烤箱。林主厨，你们龙国的炒菜如果离了那团火，还能叫菜吗？或者你可以现在就认输。太无耻了，连火都不让用，这摆明是在针对我们龙国的爆炒。没有火，这铁锅不就是个摆设吗？完了完了，西菜有很多冷盘和生食沙拉，不用火也能做。可是我们龙国的菜讲究锅气啊，林神这次真的被逼入绝境了。越蛮的东方人只知道用大火烧熟食物，失去了火，他们连一块生肉都处理不好。蓝灯，你对烹饪的理解实在太狭隘了。火不仅存在于炉灶里，更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去，给我抬一缸冰冷的井水来，再拿一口双层夹心锅和一筐生石灰。冷水、石头，你想干什么？看好了，这就是西方分子料理的巅峰——液氮。零下169度的绝对低温，我要做一道急速冰封鱼子酱慕斯，用绝对的寒冷瞬间锁住食材的鲜性，这才是科技赋予美食的高贵。Oh my god， 太酷了！这简直是实验室里的魔法。液氮料理，这才是未来美食的发展方向。看到没有，这就是西方的底蕴，用科学改变食物的形态。那个大夏人拿一堆破石头，是打算当场砸碎自己的锅吗？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水能生火。好香，这股酒香好温暖啊！不可能，氧化钙遇水放热，他居然把工业化学原理用在了古法烹饪上，这怎么可能控制得住温度？石灰赎罪线，出锅。时间到！由于本次比赛采取绝对盲测的规则，2道前菜将分别编为 A 餐和 B 餐，请路人评委们入座。评委在品尝时将不会知道这道菜出自哪位主厨之手。首先，请各位评委品尝 A 餐。完了，这卖相太有欺骗性了。A 餐肯定是蓝灯的分子料理，这种高大上的外观太容易唬住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人了。赢定了！你看那些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食物。啊，这是好冰啊！怎么跟吃了一口带腥味的冰碴子一样？我这加了一晚上的班，胃本来就寒，这黏糊糊又冷冰冰的东西滑到肚子里，胃好痛啊！这真的是给人吃的吗？又腥又冷，还不如我在救济站喝的一口热汤舒坦。哼，这玩意儿除了好看，简直一无是处。哼！
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猪。这是分子料理，这是艺术的冰冷触感。你们懂什么叫高级吗？哼！看来 A 餐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独特的体验。那么接下来，请品尝 B 餐。这个味道好暖和呀，吃下去，全身的骨头都舒坦了。活过来了，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太好吃了！啊，赢了，林神赢了！那个是赎罪蟹啊，用生石灰瞬间爆发的高温，锁住海鲜最极致的鲜美，再用花雕酒驱寒暖胃，这才是最适合普通人体质的顶级前菜。看见没？这就是我们龙国的美食哲学。前菜的目的是开胃和安抚，不是拿一堆冷冰冰的科技去折磨食客的肠胃。兰登那个蠢货根本不懂人心。作弊，这绝对是作弊！这种廉价的海鲜加上几滴劣质酒，怎么可能让人产生这种反应？会长，因为是盲测，也许他们只是因为饿了才吃得这么快。您的 A 餐一定能赢的。没错。A 餐的食材价值是 B 餐的100倍，哪怕是头猪也该知道那个更贵。这群底层的贱民最后打分的时候，一定会向金钱和奢华低头的。各位全球观众，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前菜环节盲测结束，请20位大众评委为 A 餐和 B 餐按下你们手中的评分器，满分为10分。分数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这历史性的一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的菜是用黑海鱼子和分子液氮做的，每一口都价值1000斤。你们的舌头是长了霉斑吗？我们是不懂什么分子料理，什么鱼子，我们只知道黑餐吃下去，胃里像结了冰一样难受。食物如果让人吃得痛苦，再贵又有什么用？兰登，这就是你所谓的高贵。前菜的目的是醒胃，你却用零下196度的液氮，把食客的胃彻底冻死。9.8分对6.2分，你呀，彻头彻尾的碾压。原来真正的美食是温度和情感的共鸣，大家的厨师是在用灵魂做菜。说的太对了，我花钱去餐厅不是为了遭罪受冻的，林天才是真正懂食客的厨神。林天，你别太得意，前菜只是热身，主菜才是真正的对决。我宣布，现在立刻进入主菜阶段。在主菜阶段同样拥有规则，双方可以强制禁用对方的一样食材或调料，无论是什么。好啊，既然你想玩绝的，我陪你。大夏作为客场，我先进。西餐的主菜无非是煎烤排类，离了动物油脂的香气，你们的酱汁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白水。我禁用黄油。好，林天，你够狠，那我也禁用你们大夏厨房的灵魂，我禁用盐。我看你这所谓的大夏厨神，怎么做出一道没有盐的主菜？加油！太卑鄙了，没有盐，盐是一切味道的基石啊！没有任何一道主菜可以离开盐的调味。这根本就是想让龙国的菜变得寡淡如水，发苦发涩，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谋杀。没有了盐的龙国料理，就是一堆索然无味的厨余垃圾。林天，你的神话到此为止了。扶持老贼，居然连盐都禁，这比进了府还要致命100倍啊！完了，没有盐，什么红烧爆炒全废了。就算用糖和醋，没有盐打底，味道也是飘的，这根本就是个死局啊！没有黄油算什么？兰登啊，兰登，你以为禁了盐就能抹杀龙国味道的灵魂？你对龙国的底蕴一无所知。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龙国，百味之王。
龙国料理最高深的化境叫做以仙破咸。没有黄油，我就用和牛本身的顶级脂肪来代替。看到了吗？这是10万美金1公斤的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我要做一道和牛松露惠灵顿，有金钱的味道，把你们那点可怜的平民味觉彻底砸碎。上帝啊！A5和牛加上顶级白松露，这简直是亿万富翁的菜单。用最奢华的食材碾压那个穷酸的龙国人，这才是高贵的主菜。失去了烟又怎样？顶级食材的本味就足以让人发狂。那个龙国人拿一堆破草能干什么？万物皆有味，盐不过是百味中的一种提取物。龙国的先祖在没有提纯海盐的年代，早就找到了欺骗味蕾的神技。亲，你这是在干嘛？海带炖芹菜，这连食堂大妈都不敢这么做呀！对面可是和牛加松露啊，这能有什么味道？没有盐，海带就是一股腥味儿，芹菜就是一股草味儿，这怎么跟对面的奢华大餐打呀？离神糊涂啊！烹饪的最高境界，鲜味协同效应。海带中富含天然的谷氨酸钠，而干贝和海虾中富含橙味核苷酸。当这两种物质在热水中相遇，它们的鲜味不是1+1等于2，而是会呈现几何倍数的爆炸性增长。当鲜味达到极致的峰值，它就能欺骗人类的大脑，自动在口腔中生成一种极度醇厚、超越盐分的咸鲜感。这叫以鲜破咸。我平时熬排骨汤放海带觉得好喝，原来是因为这个化学反应啊！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竟然藏着这么高级的科学原理，以鲜破咸，太牛了！这是什么味道？为什么我的口腔在疯狂分泌唾液？幻觉，它没有盐，根本就无法做菜。太香了，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底汤已成，接下来是真正的主菜。艺术，这就是用金钱和阶级堆砌出来的完美艺术品。主菜阶段时间到，2道主菜已完成，同样采取绝对盲测规则。为了防止食材外观暴露身份，本次主菜将由工作人员在后台分餐后，以统一的白色小碗呈给评委。兄弟们，那可是顶级的白松露和 A5和牛啊！兰登主席简直是下了血本阿喜，这种视觉与嗅觉的双重冲击，绝对能把那些穷人评委的舌头都给融化掉。那个龙国人输定了。
这肉怎么这么腻啊？全是一包油，而且这黑乎乎的片片是什么鬼东西啊？怎么一股发霉的汽油味儿？全是油脂和奇怪香料的肉，太腻人了。那是10万美金1公斤的白松露和入口即化的和牛脂肪，这些根本不懂什么叫上流社会的品味的家伙。看来极其奢华的 A 餐，由于缺少了黄油的调和，似乎有些过于丰腴了。那么，请工作人员端上 B 餐。这不可能，太好喝了！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啊！它好鲜啊，一点都不寡淡，这味道直接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这碗汤好温柔，就像我加班到深夜回家，我妈给我留的那碗热汤。这才是我们龙国的菜啊！不靠金钱堆砌，就靠一锅用心熬制的高汤，去抚慰普通人的疲惫。谁说没有盐就做不出好菜？主持人，这汤还有吗？能不能再给我一碗？我把今天的工资都给你。这只是一道品鉴菜，抱歉，没有多余的了。这个，天哪，真是难以置信！这是盐的吗？是啊，我也想尝尝。看到了吗？这群平民终于开窍了。他们刚才吐掉，只是因为他们的味蕾一时承受不住这么顶级的松露和和牛。你看看那个外国流浪汉哭得多惨，他一定是被我那熬的松露酱汁给深深震撼了。会长，那是 B 餐的时间啊！蠢货，因为是盲测。送上去的顺序肯定被打乱了，他们现在吃的一定是我的和牛。林天那个连1粒盐都没有的破海带汤，绝不可能。各位，主菜盲测环节评分已经统计完毕。林天，看到他们感动的眼泪了吗？没有盐，你就是个连剩菜都做不出来的废物。跳梁小丑。现在，请看大屏幕，公布主菜阶段的最终得分。天哪，好激动啊！公布得分了，加油！是谁啊？主菜阶段，20名大众评委，每人满分10分。现在公布总分。A 餐总分110分 ，B 餐总分200分，满分。龙国主菜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全票满分奇迹。110分，不可能，这计分器坏了。A 餐可是我做的和牛松露，怎么可能只有110分？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没有放1粒盐的海带汤，竟然打败了10万美金1公斤的白松露。龙国人是给评委下了蛊吗？满分，民神满分屠神了！龙国神厨，教你做人！
你们刚才流着眼泪喝下去的是没有1粒盐的破草汤，你们居然给一堆草打了满分！这位主厨，我不管他放没放盐，我只知道你那块肉吃得我直反胃，而这位龙国厨师的汤鲜得让我感觉自己活得像个尊贵的人。蓝东，这就是你所谓的阶级碾压，被一碗你看不上的破草汤打得满地找牙，滋味如何？我不信，没有盐的汤绝不可能有这种味道，这绝对是魔法，是你们龙国人用了卑鄙的致幻剂。这。这种鲜味，这种犹如大海般深邃的醇厚感，竟然真的没有放1粒盐，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烹饪境界？不，我没输，这是因为这群评委，他们只配吃这种猪海带的廉价货，他们根本品鉴不了西方的高贵。美食没有高低贵贱，当你的眼里只有阶级和金钱时，你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厨师的资格。前2轮结束，林天主厨以绝对优势领先。接下来进入决定生死的最后阶段——饭后甜点。甜点，西餐的甜点才是统治世界的王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甜点阶段，双方禁止使用任何蔗糖、蜂蜜、果糖等一切含有天然糖分的食材。天哪！禁止含糖食材。主席先生，这可是甜点啊！做甜点不让放糖，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耻至极！老贼不要脸了！这明摆着是耍无赖啊！绝杀！嘿，蓝灯主席，这是要把龙国往死里整啊！甜点不放糖，那还叫甜点吗？规则说的是禁止含糖食材，但我手里的是西方最顶尖的实验室刚刚研发出的高纯度0度代糖萃取液，它没有任何糖分和热量，这是一种提供甜味的化学添加剂，完全符合规则。林天，没有糖，我看你今天拿什么做甜点？哈哈哈哈！天哪，连糖都没有，我看他怎么赢吧！科技，龙国老祖宗在几千年前玩剩下的东西，也配拿出来卖你？拿我的工具来！我要做一道零卡水晶慕斯，利用绝对的化学甜味欺骗神经，这才是属于现代科技的没有卡路里负担的究极甜点。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化学实验室，在龙国5000年的农耕智慧面前，不过是孩童的把戏。麦芽、糯米，我的天哪！林神这是要在没有任何糖的绝境下，当着全世界的面，现场复原古法淀粉酶糖化反应。啥意思啊？贺代表，快解释一下。麦芽里含有丰富的淀粉酶，糯米里全是淀粉。林神是要利用生物酶，把糯米里的淀粉硬生生分解成龙国最古老的甜味——麦芽糖、饴糖。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装神弄鬼，一堆烂稻谷放在温水里，你以为能变出汤来？简直是痴人说梦！时间快到了，你输定了。Oh my god！ 他居然用水和麦子凭空熬出了金色的糖浆，这是东方的炼金术吗？西方科技不过是一堆垃圾。各位评委，这是今天最后的决战——甜点盲测，请品尝 A 餐。吃了吧，零度代糖带来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这种绝对的甜，足以让你们的大脑多巴胺瞬间爆炸。什么东西啊？刚进嘴里甜的发齁，这怎么咽下去之后，满嘴都是吃药一样的苦味儿？这甜味就像塑料一样空洞，没有一点厚重感，吃完舌头根都是麻的。不行不行，这就是科技与狠活的反噬啊！老祖宗早就说过，欲速则不达，强行提炼的甜根本没有食物本该有的回甘。天哪！我们平时为了保持身材吃的零卡甜点，难道就是这些？看来科技的甜度并不能完全征服大家。那么，请撤下 A 餐，端上 B 餐。这糖竟然能拉出这么长的丝！糖是不是放的有点太多了？是太阳的味道，这甜味是活的，它好温暖，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拔丝山药、麦芽糖，这才是真正的龙国甜。林神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西方科技按在地上摩擦，不用1粒蔗糖，却能拉出完美的糖丝，这是魔法。我们引以为傲的甜点工艺，在这份时间的沉淀面前，显得多么肤浅和苍白啊！这才是食物，这才是真正为了抚慰人而存在的甜。各位，决战的时刻到了，请评委为2道甜点按下最终的评分。加油！龙国加油！甜点盲测总分公布 ：A 餐45分 ，B 餐200分，满分，3局全胜。龙国主厨林天以绝对的、毫无争议的碾压之势，夺得第1届全球厨神巅峰赛的最高荣耀。林神牛逼！龙国美食万岁！3-0，全票满分剃光头！赢了！牛逼！牛逼！让你们进火，让你们进盐，让你们进糖，进到最后连底裤都输没了吧？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液氮，我的褐油松露，我的0度代糖。因为你忘了，人才是吃东西的主体。你做的不是菜，是用来炫耀阶级的工业垃圾。世界美食协会从今天起
这个名字就是个笑话。龙国的厨房才是世界美食的最高殿堂。